小飞，如果我能听你哥的话，不让你做法医，该多好。长线压住短线，再打一个结，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就完成了。你不让我自己来，我怎么成为独当一面的好法医呀？好，那你来。我想为那些说不了话的死者找出真相，让那些逝者能够平静的安眠。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好法医。如果那天我能早一点接到你的电话，早一点找到你，你也不会。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怎么样？有什么线索？还没，有些东西我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但是我相信，凶手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改变行为模式。只要我们的推论没有错，那谢耀奇就还有机会。经鉴定科鉴定，我们在廖云生家找到那双球鞋，鞋底纹路和上面的泥土，都符合我们在蝙蝠洞的发现。加上我们已经掌握的，他参与过牛结核病的实验，种种证据都指向他可能盗版发现他。廖云生，现在就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受害者部分就是我们昨天在廖云生家找到那部手机的主人。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昨天见过的谢瑶琪的那个朋友李淑婷。我们在猪肉铺发现的头发，经过对比，确认就是谢瑶琪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初步怀疑是廖云生杀了叶莹莹之后，又绑架了谢瑶琪和李淑婷。我查了李淑婷手机，目前没有太多有用信息，也可能是被凶手删除了。目前只知道她25岁，双亲都不在，也没有其他家人。但是她的地址登记是在她自己名下，已经是旧资料了。房东说她好几年前就已经搬走了。谢瑶琪家里情况怎么样？就像他父母说的，落了一层灰，应该很久没有人去过了。对了，齐法医，在廖云生家找到的那根注射器，有什么线索？注射器里的残留物已经鉴定出来了，确认就是肉毒株毒素，与叶莹莹体内的一样。如果按照你之前那个台历推断，凶手在模仿蜘蛛杀人，他在杀完叶莹莹之后3天抓的谢瑶琪，那为什么这次他会提早抓了李淑婷？小苏，你马上申请给各单位发布对廖云生的协查通知。小西，你去查监控。老万，你去廖云生家附近走访一下。不对，我们去查漏斗处。漏斗处，漏斗处，漏斗处。
陈医生，臭小子送我这么贵的酒啊！看到这个酒啊，想到咱们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你跟李明那个时候一放学，就跑过来找我喝酒。哎，怎么样？身体最近还好吧？我没事儿，放心，师哥。有什么事儿随时过来找我。我收费可是很贵的。我今天还真有事儿想要向你咨询。你说。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他们会幻想自己是某种动物，比如蜘蛛。你等一下啊。哎，这儿呢。你看这个，狼化妄想症，这属于是心理疾病的一种。病人在发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想象成狼，然后生活习惯呢也会跟狼一样。病人呢不仅仅会把自己想象成狼，还会想象成其他的动物，甚至是昆虫。所以你刚才说有人会把自己想象成蜘蛛，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师哥，那你知道这种症状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心理疾病的成因呢，它比较复杂，它不像身体疾病那样可以准确的去找到一个病灶点。但是心理疾病的症状基本上是基于病人这个大脑神经活动异常所导致，然后诱因呢，往往是因为什么心理创伤、原生家庭、过度用药，甚至是毒品。你说人有时候真的会分不清幻觉和真实。这些病人啊，他们在发病的时候，编造出欺骗大脑的谎言，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真实的感受。季主任，廖云生家大鹏找到的书籍资料都在这里了。蜘蛛交配时，雌蜘蛛有杀死雄蜘蛛的行为。漏斗蛛从交配到产卵，平均需要13天。13天。你是说，他想要自己产卵？行，把图片发过来。起死者说，他从廖云生家找到的资料来看，凶手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蜘蛛。台历上的13天，是漏斗蛛从交配到产卵的时间。所以，他把受害者捆成一颗卵。对，大概是这个意思。漏斗蛛毒性很强，肯定不敢卖。出了事儿算谁的？这儿附近卖蜘蛛的就你一家吗？对，方圆100里就我这家。这个人见过吗？他叫廖云生。没印象。有会员资料吗？我做传统经营，没有电脑，只登记让我送货的客人。老板，漏斗蛛如果它原本栖息的地方被人破坏，会怎么样？那他肯定会重新找个地方织网啊。定居性，在固定的地点筑巢，巢穴提供食物、捕捉、庇护和繁殖，使它们不需要频繁迁移。
领地意识对巢穴周围的领地有很强的占有欲，一旦建立巢穴，会积极防御，保卫领地和资源。夜行性多在夜间活动，白天藏在巢穴内，避免阳光和捕食者的威胁。多在夜间活动，我会频繁的迁移。如果廖云生真的是按照蜘蛛的行为作案，那之前的北山山洞就是他的巢穴。他杀了叶莹莹，本来还想再杀一个谢瑶琪，结果谢瑶琪跑了，齐法医跟着闯进山洞，逼得他不得不转换阵地，重新织一个网。也许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李淑婷刚好闯入，就成了他下一个目标。对，廖云生平时在他舅舅的黑诊所里帮忙，叶莹莹、谢瑶琪之前都去过诊所，后来李淑婷也去过，廖云生一定是在那里物色作案对象。可我还是想不通齐主任说的，受害者不是猎物，而是一颗卵，为什么？因为生孩子。生孩子？齐思哲之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这个信息。蜘蛛在交配的时候，有雌蜘蛛杀死雄蜘蛛的行为。但是叶莹身上并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对，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喂，好，收到。韩队，报警平台接到一个求救电话，可能是李淑婷。救救我！救救我！他说今天晚上上了机器之后就要杀我，这里灯不好啊，有机械的声音。就在这儿，大。问一下，可以追踪吗？号码没有显示，而且通话时间太短了，应该来不及追踪。刚刚说有机械的声音，会不会是附近工地啊？小西，可以排查吗？我试试从别的办法入手吧。是什么事啊？你们俩知道全市范围之内有多少家工地吗？你怎么查呀？那你说怎么办？总得查呀。有一个方法可以缩小范围。漏斗珠不迁徙，但是在栖息地被破坏的情况下，会寻找新的隐蔽处。我认为可以在北山山洞以及他的住处附近搜索可能的地方。他跑不了太远，他现在只是需要一个新的隐蔽、阴暗潮湿、人少活动且适合漏斗珠的新栖息地。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既然尸体是在北山山洞找到了，那我们就在山洞附近寻找一下。请各区域派出所支援，请他们在廖文生家附近找寻可疑的地方。我们分队行动。好。北山南路西面的响反工厂，环境怎么样？好像是个废弃工厂，符合漏斗珠的需求。那附近还有什么地方符合的？这边都是住宅，不适合漏斗珠栖息。韩队，我在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里发现了一个拿着空饲养盒、身穿黑色帽衫 T 的可疑人，会不会是梁玉生？具体位置？北山南路附近。离那个废弃工厂不远。分头行动啊！行。徐主任，我去那边看看，你注意安全。
别动！徐法医，你没事吧？没看清他的脸。没事吧？进来。白姐，齐思哲摆脱嫌疑了。对，他还查出了邱兰子的死因。齐思哲是一个优秀的法医，他也很知书达理，所以对于你们对他进行审讯的必要性，他不会责怪你。对了，白局，您知道他的过往吗？他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当时我还以为法医界会永远失去这个人，可我没想到，他用了1年的时间做到了普通人3到5年才能达到的复健效果，可想而知，这个位置对他有多重要。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你们3个当中呢，你是最冷静、最理智的，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小西呢？我让他去查788夜店视频了，我觉得还有一些疑点。我们在邱兰子的胃药里检测出了氰化钾的成分，能够近距离接触它，并且能够随时调换它贴身药物的，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少用多了。邱兰子曾经也提到过江飞尸体上有疑点，回头让高法医重新检查一下他的尸检报告。小苏，扩大范围调查邱兰子、江飞、李一奇周边的人物关系，尤其是邱兰子。好。韩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可以，先这样。小新，怎么样？找到了，在李一奇案发生的前2个礼拜，我发现齐法医曾经出现在788夜店好几次。我交叉对比过几段监控，发现齐法医出现，江飞都在。看起来，齐法医应该是在跟踪江飞。朱队，这是齐思哲的资料。他2年前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他车上一名女性乘客当场死亡。朱队，
他有什么问题吗？你先去忙吧。好。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踪李一起和江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原钻。 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尸温与室温相同，22度，胸口处有点状、方块状的痕迹，呈鲜红色。 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暗红色。有什么问题吗？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这存在2种可能：第一，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在江飞自己家吗？ 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可能，这太小了。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但就目前来看， 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有的只是尸斑。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但是你看这儿，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还有，江飞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 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那按照你的推论，当时他的手指、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 不应该有褶皱才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
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所有情况符合齐法医说的。知道了。所以韩芳，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了吗？假设齐法医的推论是成立的，那我们就应该验证一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再仔细搜一下。我想跟您多学着点，早日成为跟您一样的好法医。朱队，江飞的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你都摆脱了嫌疑，为什么还要查江飞？我知道你很关心江飞的案子，还有李一奇的案子。我也知道你有能力带我们接近真相，但是至今为止，你也没有向我们解释清楚，在这2个案子当中，你出现的巧合，包括这一次，你为什么会独自去查江飞？我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并且在我信任你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与本案相关的问题。朱队，我是一名法医，当死亡发生的时候，只有法医可以替死者说出他们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而且，我相信，不管是谁，即便是像江飞这样的毒贩，他们也有权利得到一个真相。我在江飞的案子看到了他杀的可能性，所以我一定要查出真相。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多。对，如果江飞是被冻死的，那么他尸体的温度本来就比正常的要低，所以相对的降温时间也会缩短。韩队，江飞被冻死是齐法医推论的，让他给我们讲述一下吧。现在只知道江飞是被凶手冻死的，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找到凶手。凶手在江飞醉酒的情况下，让他吃下头孢，再
造成双硫仑样反应，并且在他昏迷的时候以冰激动身体，导致全身各脏器，尤其是心脏衰竭而死，说明凶手对人体机能有一定的了解。高法医，第一次解剖化验之后，胃里的食物残渣具体有些什么？胃残渣里有9克红肠，没有头孢。但是江飞家桌子上的头孢已经是打开的，且药理检测验出了有成分。红肠没有被消化，这说明死者生前最后吃下的食物就是红肠。现场有找到把刀吗？没有。红肠有被刀切过的痕迹，却没有找到刀，会不会被人拿走了？江飞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的外伤，就算有刀，也不可能是凶器。凶手为什么要把刀带走？你们在现场做卢米诺了吗？江飞身上没有外伤，凶手却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